请回答法庭提问。我想拒绝回答，因为我想用这种无声。好了，你拒绝回答，你就不要开枪了啊。大家好，我是殷大吉。那之前我的频道讲过美国智商高达167的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的故事。那他说，工业文明带来的科技进步呢是一场灾难。并且用一篇3.5万字的学术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用极端的方式对社会展开报复。今天这个故事里的人呢，智商多少不知道，可似乎他也有心中的理想世界，而他却没有足够的支撑来印证自己的想法可行，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以为自己呢可以成为某种精神领袖但是很纠结，现实中呢却成为了一个愤世嫉俗、滥杀无辜的杠精。2009年2月23日4点28分，四川内宜高速公路宜宾南站6号收费亭外，一名身穿灰色保安服、头戴大盖帽、红布蒙脸的歹徒，手持长砍刀来到了收费亭前，威胁收费站工作人员把门打开，然后用刀去砍窗户。那工作人员被吓到尖叫不止。同时，另外还有2名男子对其他收费亭进行破坏。进入收费亭之后呢，实施抢劫。他们的着装都很有特点。头戴钢盔或者大盖帽，戴墨镜或者是蒙脸，戴着红袖章，还戴着红领巾，手持火药枪。这个形象看起来就令人印象深刻。作案十分猖獗，在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抢走了49800多元现金，之后就马上撤离现场。逃跑过程竟然还向监控探头挥手。案件发生后呢，宜宾市警方马上展开工作，提取了大量证据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以及作案工具和1年前发生的另一桩高速公路持枪抢劫案相似那一次是抢了16000多元，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就决定并案侦查。经过1个月努力，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吴勇和团伙抓捕归案。被抓捕前，他正准备抢劫云南的某高速公路收费站踩点的这个过程中就被拿下了。最终确定2008年进行持枪抢劫的是吴勇和张自顺，由吴勇提出计划，张自顺参与作案。第2次和魏华松、唐德富2人一起抢劫作案，还是由吴勇提出计划，2人参与。那这些人的身份都很特殊，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拾荒者。那相比所有归案的嫌疑人，这个吴勇就显得很特别，说话显得比较有学识，而且逻辑清晰。被逮捕之后，竟然还很得意，好像有什么得逞了一样。指认犯罪现场的时候，始终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面带微笑，并对前来报道的媒体比出了 V 的手势。那吴勇被捕之后，警方在他的藏身地发现了大量的日记、信件、自述，甚至还有遗嘱。他亲自记录下了当时犯罪的过程和很多感想，而这些内容也给警方的取证工作带来了帮助。也惊人的发现，除了这2起持枪抢劫案之外呢，他还背负着2起命案，分别是2000年涉嫌杀害战友，2002年伙同他人杀害1名男孩，以及2起持枪伤人事件。可以说罪行累累，劣迹斑斑但这人却丝毫没有悔过的态度。2009年10月24日，法庭对系列案件进行审理。在庭审现场，吴勇可以说表现得很强硬，也很顽固。对于公诉人的提问拒之不理，或者是一直抬杠，就仰个头理直气壮，就是和你杠。拒绝回答，我要求你们今天要判我死刑，以免拖延时间。我刚才说了，拒绝回答的问题，因为你对我的指控有的不说事实。但你们可以判死刑，我不会上诉。拒绝回答，因为你也不完整，有些体现我人性的画面说出来。被告人不用坐下。结果，吴勇在1审中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他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我不会上诉。辩护律师认为吴勇罪不当死法庭判处死刑属于量刑过重，因为吴勇有些心理活动和想法还没有说清楚，那家人也很受打击这个吴勇离家多年未归，再知道音信已经沦为阶下囚，那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这也是那时候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事情。吴勇生于1978年，是宜宾市赵场镇人。在父母的眼中，儿子小时候就很乖巧，学习成绩很好，性格比较内向，从来不在外面招惹祸端。那放学之后就是回到家里，帮着家里做点农活。
10岁的时候，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异，此后他就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吴勇从小就喜欢写日记，在那稀疏的树木中间，有一座只有4间破烂的土瓦房，这便是我童年的家。在父母离异之后呢，他没有埋怨生活的艰辛，反而更加上进坚强，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获得很多第1名和3好学生奖状。他也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拜读很多著作。1996年，他第一次从乡下来到宜宾市读高中。那高中老师回忆说，学生时代的吴勇喜欢一个人独处，很少和人结伴，经常一个人思考些什么东西。实际上啊，他这个阶段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行啊都感到不满，对人与人之间，就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感到失望。有时候的思想很极端，甚至呢会想到死亡相关的话题。那经过老师的疏导之后的效果啊，无法知晓。他和母亲说自己好像患上了精神分裂，所以啊总会想到死亡。母亲哪懂那些事情啊，认为他是压力太大，就告诉他别乱想。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吴勇就展现出了自己纠结矛盾的本质。他说，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人生观、各种价值观同时充斥在内心，不知取舍，不知何从，就仿佛失去了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而在思想极端的时期啊，也写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为人类社会和全面进步，特别是当前人们最重要的事业经济建设做贡献，乃是我的理想，决定了我必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们的贫与欲、悲与欢，记下自己的人生观。纵然理想远大，但现实远不如理想来的浪漫。由于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他在高3第2学期参加完会考之后呢，就放弃了参加高考。这老师们也劝他可以上师范或者是军校嘛，因为学费低，再通过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就业了之后再还嘛。吴勇说，老师的这个工资啊太低，这工作以后呢，赚那点钱啊，根本就没法还啊，军校还需要关系。总之他就是不考了，选择了参军入伍。从那之后呢，他和家里人的沟通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少。而当兵没多久，在2000年，他因为无法适应军营的生活，私自离开了部队，成为了逃兵。一起和他离开的还有战友郭某，但郭某却离奇死亡。其实没人知道这里的更多信息，但是呢，吴勇却把自己杀害战友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他说郭某和他开了过分的玩笑，所以持刀将其杀害。此后呢，吴勇四处漂流，做了很多工作，进过工厂，下过煤窑，做过保安，必然呢遭受很多辛苦。他发现呢，现实生活和理想世界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对他的思想啊产生了巨大冲击。曾经的豪言壮语、人生志向，似乎与这个社会显得很不兼容。突然想起他在彷徨时期看过的一本书，叫《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具体讲述一些精神病患者的奇特故事啊。他对其中一句话呢印象非常深刻：精神变异是人类进化的革命机制。天才和疯子只在一线之间，如果自己没有才能改变世界，那就走另一条路，成为一个疯子。于是在日记里，他又写下了这样的内容：我对疯人错乱的精神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我以为长期胡思乱想就可以发狂，于是我就想象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就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总想引起社会还有周遭人的关注，所以疯子一般的暴力犯罪成为了他引发关注的途径。那最早的犯罪发生在2001年10月16日，他和一伙人呢盯上了富商文某。因为这人很有钱，所以感觉他是资本家，财产啊肯定不是正当收入，就伙同他人持枪抢劫文某11万余元啊，自己分得2万多。2002年，吴勇回到老家，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唐正方。吴勇说自己非常羡慕唐正方，因为唐正方啊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两人见面之后就很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去算命，大仙告诉吴勇：“你活不过33岁。”吴勇开始相信命运之说，阅读一些算命相关书籍，和唐正方呢在一起，用这一套来推演国家命运和世界格局。吴勇发现呢，
这唐正方是个奇人，好比三国中的凤雏物一般的存在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好像还会点气功和特异功能啊，必定会给自己提供大力支持啊，这人我得把握住。这唐正方说，我身上确实有绝活啊，手上有股力量啊，什么都能给打穿，但是现在处于是被封印的状态，无法施展，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激发。这条件就是像《西游记》里的黑鱼精一样啊，需要童男童女的血。吴勇说自己当时是处于迷信的状态啊，就深信不疑。为了更好的准备呢，就决定先搞到合适的武器。2002年，他在老家当地找了一个铁匠造枪，因为害怕铁匠拒绝，还刻意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农民，编了一个名字啊，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的理由是自己有一片果场啊，经常有人趁自己不注意来偷果子，屡禁不止。你帮我做一把枪啊，再遇到这事儿啊，我就打个响啊，震慑一下啊，免得那些人再来偷。就是这么个目的啊。这个铁匠心想，这事儿就问题不大啊，没有核实就给搞了把火药枪。直到多年后，吴勇的事情暴露，这个老铁匠也因为涉嫌非法制造枪支被警方拘捕。他没想到啊，会给自己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就感觉很冤。但是非法制造枪支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啊！心存侥幸赚昧良心的钱，受到处罚理所当然。而且这把枪也确实酿成了血案。这有了枪之后呢，吴勇开始策划实施他的暴力犯罪计划。2002年7月10日，吴勇和唐正方开始物色目标，结果在铁路上发现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两人就开枪射击，12岁的男孩罗某被击中后背死亡，那女孩逃跑幸免于难。他们与受害人素不相识，是随机作案，然后唐正方就犯病了，天天唱京剧，反复无常。吴勇感觉终究是错付了，果断选择跑路，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流浪啊，以拾荒为生，有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穿什么。他的藏身地啊是宜宾某处深山悬崖边的一处石头缝里，这里人迹罕至，那一侧是悬崖峭壁。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这个地方啊只有鸟能飞上去，专业人员都需要绳索下降才能安全进入这里啊。但吴勇却一直在这个绝壁之中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就像原始人一样，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居住多年。即便如此呢，或许因为此前的作案经历给他带来什么刺激，吴勇的内心却好像打开了一扇门，罪恶的意念并没有停息，反而变本加厉。在那个石头缝里啊，他写日记和自述，阅读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相关的书籍，记录曾经的作案经过和心理状态，然后再制定一些计划。最离谱的是，他写了一份星球计划。那在这份计划里面，他列举了很多行动啊，包括纵火、炸药、砍杀、扫射、车祸、投毒、绑架、抢劫等等。最后一条是自杀。我每次行动都把这些材料带在身上，就是想，如果战死沙场，也可以作为书证，让人们来了解我、关注我。他一直找机会收集枪支，一共搞到了11把枪，9长2短。那长枪3把为一捆进行固定，外加10枚自制的这个土炸弹和汽油弹，随时准备实施计划。那吴勇的执念越来越深，引起社会关注的想法愈发强烈，就继续选择以疯子的身份去制造事端。首先就要制造一起属于自己的911事件。2003年9月11日下午1点，吴勇手持2捆长枪前往宜宾市卫星观测站，直奔大门，一名哨兵的腹部中弹倒地，然后又向另一名哨兵射击，但没有击中。吴勇马上逃离现场啊，不见了踪影。万幸的是，被击中的哨兵身受重伤，保住了性命。那几小时之后呢，吴勇为了验证一下事态，就换了一身衣服，重返案发现场。到门前呢，发现没什么动静，周围呢也没有人群，也没有讨论，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竟让他的心里感到很失落，因为这样就没法引起社会恐慌啊。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啊，再干一场。因为我随时总要死的念头，随时想着可能死，反正就是死的有影响，反正就是想着死嘛，死了之后别人能够看得到这些东西，看了之后影响力更大了。2003年10月2日的上午，吴勇又携带火药枪和自制雷管火药来到宜宾市政府附近踩点观察，找准机会开始作案。先拿出随身听啊，耳机里开始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啊，他认为那些缓缓的忧伤之歌可以让自己疯狂起来。
吴勇径直走到大门前，准备射击门口保安杨某，结果被保安发现不对劲，开始夺枪，两人扭打起来。这个过程枪就走火了，砰砰几枪打在地上，保安和吴勇两人都吓一跳，全都逃离了现场。那这一次依然没有像吴勇想象中那样产生巨大的舆论效应。吴勇后来自述说，感觉很受刺激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他也就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在2005年到2007年找了一份工厂保安的工作。这同事回忆呢，他平时神神叨叨一个人，他依然放不下心中的执念，还是因为在社会中找不到存在感而果断辞职。临走前呢，告诉别人说自己要去干一番大事业。之后呢，他继续流浪拾荒住石缝，又陆续认识了很多拾荒者。而且那群人呢，发现吴勇这个流浪汉很不一般。社会发展国际形势、人生奥义，没有他不聊的，对他深表佩服。在很多次感情凝聚之后，终于折服于吴勇的理念决定一起报复社会。那流浪时候搞的那些道具服装类似军服、钢盔和大盖帽，就成为了他们的作战服。这是吴勇煞费苦心准备的，只为让这伙人呢更有标志性，让人印象深刻。于是就有了后面2008年和2009年的2起针对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抢劫案。过程中也毫不避讳监控探头，甚至还和镜头打招呼。这次他终于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轰动效应。被捕之后，家人和律师建议吴勇去做精神鉴定，去看一下，你指定是沾点什么毛病。但吴勇的回答也很坚决如果他们说我是精神病，那我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吴勇在一审中不卑不亢地强烈要求法庭判他一个死刑，你别浪费大家时间，我是不会上诉的。可是，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又不服死刑判决，提出上诉。这之后的2审呢，吴勇几乎是推翻了一审时的所有供词，声称他这人并不坏，和在一审中的表现形成了强烈反差。面对法庭所列举的他的罪行吴勇极力辩解，说一起从部队逃出来的战友郭某是别人所杀，凶手10几年前曾在云南当过兵，而他只是目击者而已。因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制造并扩大影响引起别人对他的关注，所以他是故意把战友的命案当作是自己所为，写在了他的自述书中，并把自述书放在了枪支藏匿处，就是为了做好被发现时的准备。那另一项就是涉嫌和唐正方呢一起杀害了男孩罗某的案件。因为唐正方在法庭上一直是目光呆滞，反应迟钝，无法正常的回答问题，吴勇就把这个所有的罪责全都推到这个精神病人身上，说罗某之死和自己无关。对于枪击哨兵、袭击保安这2起案件，吴勇是这么辩解的他说这个枪击哨兵、袭击保安并不是想杀人，只是想伤人，以此来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证明他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吴勇说呢，袭击哨兵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一枪打到对方脑袋的，后来呢思想转变了，就朝肚子上开了一枪，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会打死人。袭击保安也是一样，没想过杀人，就是枪走火了。最后呢还是因为思想转变了，没有继续追杀，所以也没有人受伤。那后来抢劫收费站呢，吴勇说看到工作人员后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也没拿枪对着他们，因为自己在事前就和同伴说过不许伤害百姓。可经过对同伙的审问证明呢，吴勇在作案前只说见机行事，没有说过不许伤人。这不许伤人这条是同伙魏华松提的。长话短说，公诉人都予以了反驳。经过警方的证实现场勘查情况和尸检报告等等都与吴勇和警方起初侦查阶段的供词相互印证，足以确认指控成立。2010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宜宾市中院进行了终审判决。吴勇致2人死亡，1人重伤，作案时主观意图明显，伙同他人多次，持枪抢劫，抢劫数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因此作出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对同案其余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4年和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以我此时之心，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真是荒唐。我发现自己的肉躯成为了某种思想的奴役工具。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结果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迷迷茫茫，仿佛做了一场梦。
犯罪心理学专家普遍认为吴勇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在一知半解的错误认知下去观察现实社会，那产生了不满敌对、反社会的情绪，世界观和立场已经很难改变，也很难矫正。继而是做出了极端的犯罪行为。那吴勇想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形象？想让后人如何评价他？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这暴力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可吴勇的自述和计划中有很多非常残暴的描述，很多都是对于平民的杀戮之词自己的黄粱一梦。虚无的理想和无所谓的存在感却让无辜的人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以及留下一生的阴影。在华丽的文字和细腻的情感记录，竟看不出一丁点敬畏之心。这和他自述的理想者似乎是偏离了很远，更像是一个失控之人的恐怖主义。他的内心值得人们去剖析，但这个人完全不值得同情。心存敬畏，心有所指。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家，谢谢你了。